3 người. 3 người. Hết tầng. OK.好，那终于见到我们这个熊哥了。你刚才骑车过来花了多长时间？大概15分钟。不知道应该点什么，要不你我来，好，我来，你来吧。这家中餐厅老黄还是知道吃什么的。广东的早茶了，这个是。听说很好吃啊。比归北京的关。我们等菜的这个时间呢，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岘港好朋友熊哥啊。好的，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各位网友，你们好，我叫张志雄。张志雄，智慧的智，张志雄，智慧的智，雄伟的雄。好，我们越南的叫，你可以叫我是熊哥你们网友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OK。然后多少岁啊？来自哪里啊？我现在呢是28岁，28岁，95年的，95年啊，属猪的，属猪啊，属猪。我是从2013年搬到岘港学习。那之前是哪里啊？之前是在广平。广平是越南的中部也是属于越南中部了。对，离岘港呢大概300公里。熊哥的中文说得非常好啊，就让熊哥聊一下，他是怎么样和中文产生了这个缘分，学习中文，选择了学习中文的。好，跟大家聊一下。那首先呢，我真的非常的荣幸，今天能坐在这里跟老黄分享一下，从以前呢是从一个学习中文的大学生，然后现在呢又成为一名韩语老师。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好的，跟大家聊一下你这个历程。好，那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历程。是怎样才选择了中文来学习？记得那时候我在老家，我的家呢也没有太多的条件，然后我学习很努力。我记得妈妈曾经说过，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然后我觉得只有要现在努力，以后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毕业了以后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生活才能稳定。以后还有养父母。但是考过了一个不错的大学，岘港的大学。对，我的叫什么名字？岘港百科大学。岘港百科大学。我的专业是项目管理。但是学了2年3年，然后进入专业。我觉得，好像自己呢对这个专业呢不太感兴趣。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很迷茫。如果现在呢不学习专业，然后英语也不太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以后毕业呢怎样？然后可以说是缘分吧。那个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上网，然后刷到一个视频。什么样的视频？有一位女老师，她教中文。越南人。对，越南人，越南老师教中文。然后她说，她教写汉字，她说这样写是人呐，然后上面要画上一个横，就是变成一个大一撇一捺。对呀，上面是头部，然后下面是人在双手双脚然后上面又画上一个横，又变成一个天呐，变成一个天。我觉得这种语言很有意思，然后我要试一下。然后我觉得如果英文不好呢，那应该学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技能，新的语言。那不如果现在浪费时间在玩手机在去喝咖啡呢，以后可能找不到好的工作。对。那与其浪费时间呢，不如用心的去学一个新的东西。对。然后学一学就觉得，这个语言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学得很快。你是怎么开始学中文的？当时决定了要学中文的时候。当时我刚刚跟你分享，看到一个视频。你是怎么开始的？我上网在看了很多的老师，然后看这位老师他这样教，然后我看其他的老师，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然后可以说是缘分的太多的时间。在网上看了很多的视频。这个
教中文的这种教程、教学视频教中文啊。然后，但这个那个时候呢，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自学的，都是自学。如果生词不会呢，查一查，打开字典查一查，然后语法呢不知道用对还是不对呢，那我问网友。问网友，然后这个网友是中国网友还是越南？越南网友。然后慢慢的我认识了一些中国网友。OK， 感恩。空沙嘛，空沙。OK， 感恩。边喝边聊，边喝边聊。好。哎，这个岘港今天这个天气喝姜茶很舒服。好，那我还是敬你一杯。敬你一杯。聊到了你这个是怎么样对中文感兴趣，然后怎么样找方法学中文的。对。然后这个自学的过程学了多久呢？学了大概1年半，然后我报名了汉语水平考试。哦，就自己报名？对呀，HSK。对哦，你也知道 HSK。当时你考到的是多少等级的证书？我考过5级。你1年半的时间考到了 HSK 5的水平，6级是最高级。你考到了1年半的时间，你考到了第5等级。对 ，SK 5级，特别厉害，熊哥特别厉害。哎，谢谢。好，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学中文的这个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最大的困难是，我觉得是发音。发音，对。因为你当时的生活周围有和你练习这个口语的这个外国人、中国人吗？刚开始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可以说是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对吧？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对。别人每天呢花1个小时来学习，我花了2个小时、3个小时。厉害。然后学就不知道累的是什么，也是通过朋友的帮助下，终于考过了，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那在1年半的学习期间，你有没有和哪一位中国人成为朋友之类的？然后他在这个学习中文的路程上的这个历程上呢，能够给予你很大帮助的，有没有？这个网友呢，他叫发哥。发哥，你可以确定他是中国人？对呀，他是在北京来香港旅行的。然后我通过微信认识他。然后他也会一些越南语，然后他教我怎样发音才对呢？他说其实越南语和中文也有个比较大的关系。对。比如你们中国有个词叫公安，那我们越南也是公安，那个发音可以说是几乎相似。对呀。在越南语的整个词库里面有很多记汉词，也非常的多。对，但是最难的是记得汉字。最难是那个字，那个形象字是最难记得的。对，你们中国人也是对吧？练地板。对。来看一下这个北京烤鸭，它已经是帮我们卷好了。因为我也知道越南学生他们学中文的这种教材，在里面呢，经常提到的一个美食就是北京烤鸭。对，北京。今天有幸就是我们可以来一起尝一尝这个北京烤鸭。所以就是说，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游客中国游客叫发哥的中国游客来到了香港，然后你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他，所以他在你学习中文的历程当中呢，是给予你比较大帮助的一个中国人。对，就是发哥，还记得发哥？还记得是吧？还有联系吗？还有保持联系现在呢，我们呢还没有联系呢，因为他从疫情爆发了以后，他回到中国，然后就你们失联了。然后我给他发个短信，他也不回了。不知道了发生什么事。没事，通过老黄的视频呢，就是我们在网上就公开感谢一下这个感谢那个发哥。OK。好，谢谢发哥。那就是在你学中文之前，你对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中国是长得什么样就是从那个我刚刚跟你们说抓到一个越南老师的视频，然后。但你就对中国这个国家完全没有什么印象吗？对那你小时候有通过什么影视作品了解过这个国家吗？以前我们越南呢，小的时候呢，都是跟那个《西游记》那部电影长大。对，在越南的话，很多小孩子童年都是伴随着《西游记》长大的，然后谁都有看。然后每天晚上呢，大概我记得是晚上7点，不管是忙什么，不管是现在在做什么事，然后听到《西游记》的这个旋律，然后我们又坐在电视前面，然后
看到孙悟空打妖怪。那时候觉得这一部剧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不是因为这时候还小呢，也不懂。我只是看妖怪就喜欢。看妖怪就喜欢。就孙悟空打妖怪就喜欢。小时候有知道这一个《西游记》是来自哪个国家吗？小时候知道这部电影是来自中国。来自中国啊。然后还模仿一下他们说的几句“救命啊”，然后“悟空”，然后“猪八戒”啊。对，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对啊。那在中国呢，很多小朋友小时候也是看《西游记》长大的，和你们一样啊。到目前为止，你当了多久的中文老师了？我是从2018年自己开了中文培训。不是，就这样吧。那个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培训机构在找一个助教，然后就试一下，我就应聘了一下。我还记得这个中心呢有2位老师。然后每天晚上呢，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听课。然后如果学生发音不对的话呢，我帮2位老师呢给他们帮助。没过多久，第1位老师呢她怀孕，这个是女老师，她40岁了，然后现在还怀孕，然后身体一定是不好，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呢不能继续上课了。所以我有一天呢突然成了韩语老师。因为这个老师他到了这个生产期，然后你就顺势而上。对呀。就是2018年教到现在就4、5年的时间都是当中文老师。对。那你在教学当中有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首先呢，我这样吧，我是2018年就成为了老师，但是我2019年又报名了 SK， 然后考过了 SK 6级。哇，直接拿到了汉语水平等级最高级。对，那个时候是最高级的。然后觉得时间可能到了，应该出去，然后创业，然后开一个中心。觉得自己能力达到了，然后时间节点也 OK 了。对，觉得时间合适了，跳出去自己开中文培训中心。对。然后开没过多久，就疫情就爆发了。哇！就2019年年底，就爆发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在网上上课教中文。网上教学。对啊，那也算是你就是创业途中疫情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对，就是给你这个事业。对。那现在可以聊一下你这个培训中心的规模吗？现在呢是除了我还有2位越南老师。都是越南老师。对，都是女老师。都是女啊，那很爽啊。都是女老师。然后的话就是学生啊，可以聊一下吗？你的学生有多少？然后培训中心开了多少家这样子？学生呢大部分都是女性。多少人这样？有多少个班？每个班呢大概是15到20个人，20个学生。然后我们是从星期1到星期6都有课。总的学生你还有印象是多少人吗？你到现在正在教的不少。大概多少？大概超100人吗？当然了。哇，超100。以前呢有一些同学跟我学中文，现在他也成了韩语老师。哇，厉害！哇，所以说在你这边学了中文的这个中文学生呢，他们这个成就还是有的。对呀，当然了。如果你的专业是中文，那4年的大学你要通过 SK 5级就才能毕业。将来有什么打算？将来呀，这个没发生的事呢就不敢先说，但是希望明年会规模再扩大一点。对，应该规模再扩大比较大一点。那对个人有什么打算？比方说会想到中国去旅游吗？或者是怎么样吗？这个是有一天会去中国旅游。因为你不仅是一个人，还有跟学生一起。因为你作为这个中文教师这一从业者来说，其实很应该到中国去。应该去。但是你没有去过，你的中文都说得这么好，中文都教得这么好，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好，你说出一个就是你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在中国，就首先抵达的地方，你想去到哪里？应该是北京。北京，直接到中国的首都。每个人提到中国，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对，北京一到的话，我们先吃北京的这个烤鸭。看看味道怎样。好，那今天就非常开心，这个熊哥接受老黄的采访，然后大家也通过这样子一个访问呢，了解到了熊哥，也了解到了在越南当地的这些越南的中文教师他们的一个工作啊，还有他们的一个发展历程，很有意思。如果你们中国人感兴趣的话，如果你们
有机会你们来到香港旅行，那你们可以。香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呀，有非常推荐。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就点了这些美食。熊哥，好，北京烤鸭好吃吗？这道菜呢，真的很好吃，好吃是吧？对，从来没吃过的，今天能尝一下这口味。好，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好吃的？这个是炒饭对吧？对，这是那个北京烤鸭的鸭肉，它就是一鸭两吃嘛，就做的这个炒饭，里面也都是鸭肉对吧？对，然后做成炒饭，你也觉得好吃是吧？好吃，但是我觉得那个北京烤鸭还是最好吃的。那今天的这一期采访就到这里啦，我是老黄带，看不一样的越南，我们下期见，下次见，拜拜。拜。